今天在家里进行了一番折腾，做了一些尝试。一个是我把我这台现在骑的车上面的2个异形轮重新装上了原本就应该有的那种大小，因为在网上买了2个新的轮子到货了。但是我就发现毕竟可能是新配的，它这个螺丝的这些纹路太紧了，所以居然有一个轮子它的螺丝还剩了几毫米拧不动，就暂时由它去吧。另外一个尝试呢，是我另外一台车，我也是前段时间买了一堆的工具，听一位朋友建议，因为它这个链条有时候会松脱，可能是链条太长了。原因的话呢，有可能是因为骑着呢，差一点就出了大事，居然架在车把上的这个自拍杆没有完全拧紧，所以整个相机呢突然就向下滑落了。那幸好呢，它并没有完全的掉到地上去。这个有时候稍不注意就会出各种各样的状况。刚刚就说到那台车的那个链条有点松，有时候骑行的过程当中呢，一不小心它就会掉链子。结果有一位朋友就建议我说，你可以把它截掉一截。那我就买了一堆的设备我心想着可能是这个车毕竟老了，它那些齿轮有了磨损以后就显得这个链条有点变长吧。结果今天在早上做了一番尝试结果呢是以失败告终。原因呢是我忘了，它本来应该有一个魔术接口，或者叫魔术扣，结果我没有在那个地方拆，而是硬是把它拆下2节，再加上我可能操作不是很熟练用力过猛，就使得拆下来的那一节有一些变形了。结果就发生了什么问题呢？就再也连不上了。刚刚我听到这个单车好像发出一些古怪的声音，所以我就有些神经质的停下来看了看，检查了一下，但似乎并没有什么发生。所以刚刚说到我把一根链条呢，因为我的操作不当就造成了无法再把它连成一个整的链条了。但是我就觉得虽然是一次失败的尝试，然后我就在网上找了一下人家这种拆链条怎么样把它结链，最后重装，也学到不少知识真的术业有专攻你别小看这么一个小的技术活，你有时候想当然的去做呢，结果它还未必
很容易就能够完成。所以我就觉得这些吧，都是一些学习的过程啊。当然，原本呢，像这种自行车啊，在以前的话呢，你真的就找到一条小巷子里面，肯定有那些修车的师傅，像这种链条、刹车等等的这种事情呢，都可以请人来帮忙了。但是呢，事过境迁了，现在很多人呢，他对这种小事已经很少有人来为你做这种修理服务了，因为可能他们也挣不到什么钱吧。还有一个呢，现在啊，很多如果你要去找一个这种维修点，如果说自行车的这种维修点呢，真的很难找到了。原因呢，就是因为大家对骑自行车的这种热度啊，实在是已经降得非常低了。满街跑的呢，都是那种电动的自行车，或者那种小型的摩托车啊。所以这些机械方面的结构啊，已经跟自行车有了很大的区别。所以我上次在上海也是啊，因为断了一次链条，结果呢，我找了好几家修电动车的这种商家，大家都觉得没有办法修。其实我觉得他们是不想添这个麻烦啊，因为要修理的话呢，可能他觉得开一个你可能没法接受的高价呢，他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另外一个呢，可能就是他对这些修理链条等等这样的事情啊，其实可能也没什么经验啊，所以他能不干就不干。结果呢，就没有办法，还是经过一些街坊的指点，在一个小区里面啊，有一位师傅，他还提供这样的服务，而且价格很便宜啊，就花了20块钱，大概也就是10几20分钟吧，就把一个损坏的链条重新加了一节。看它敲敲打打以后呢，使用又一切如常了。所以我觉得现在要去发现啊，这样的一个修理单这地方是越来越难了。所以最终呢，我今天还是在网上买了一条新的链条，然后等到他回来以后，看看能不能顺利的装上啊。其实这些呢也是一种乐趣所在。我觉得骑个单车吧，它有时候不但是来锻炼你的这个体力啊，它有时候吧，它也要面对这个车上面的一些机械问题、保养问题，那么还有它有时候需要你动动脑筋啊，因为真的别小看一部小单车，这里头的一些机械结构也不是一个从未接触过这种单车修理的人能够随便就掌握的。我已经交过一些学费啊，但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这些事情吧，你只要敢于动手，再加上呢，现在网络发达啊，你要买一些配件、买一些工具呢，其实还是比较方便的。再加上呢，家里有2台车，就一台需要做维修的时候呢，你可以骑另外一台出来。
今天可能因为要下雨，我看这边洗车的人很少。我来看看这个机器我从来没用过，能不能用它来清洗一下我的车呢？这几天到外面骑行太脏了。好，现在呢，我在一个洗汽车的洗车点啊，看到没什么人，看天色呢，应该是快下雨了啊。今天没有什么人洗车，但是我就趁机把我的小车洗了一下。刚刚看了一看啊，这大概用了几块钱，2-3块钱吧。就能够把这个车洗一洗。最主要呢，它有那个高压的水枪，而且它也会喷一些泡沫，就是洗洁的泡沫，所以我觉得这还不错。今天呢，上午就是在家里折腾了一个上午，就是为了修理我的2台小单车。虽然一台单车的链条呢不修还好啊，修了呢反而出了问题了。但是这些呢都是一种小成本的尝试啊，所以并没什么要紧。过几天等到新的链条买回来，我们再来折腾一下。我刚刚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啊，发现这个围湖骑行的这个道路上，地下掉了好多的这种螺丝钉什么之类的。就以前我在这边骑行时候呢，也曾经掉过螺丝，后来不得不到五金店里面去配一些差不多大小的螺丝。相信呢，村里有很多人骑行，就不管是哪种自行车吧，它都会在这种不断的震动的过程当中啊，就在这种路上颠簸，它就会松脱。你如果不注意的话呢，它就有可能某些螺丝钉就掉了。就像我这台车的一个货架上的异形轮，它也是通过那种很长的螺丝来固定的。所以居然那么长的螺丝它松脱了掉了，我都不知道，就会造成了轮子的这个遗失。虽然掉了一个，但我买了2个，一个呢25块钱，还要邮费啊，加起60来块钱。其实虽然有些小小成本啊，当然幸好呢还是可以配到就是类似或者是几乎是一样的那种型号的车轮，所以装上去以后呢，就感觉还是舒服很多。特别你要把车折起来推行的过程当中，就没有这种异形轮呢，你真的，那你只能抬着车走了，就非常的不方便啊。好，那我们洗了车以后呢，就继续在这个祈福湖边上啊骑行一圈。因为你看啊，这天色一暗，今天下午好像又要下雨。昨天晚上呢，真的是打雷打得非常的吓人呐，就这种雷声就感觉就在你的楼顶上炸开。结果呢，在这个打雷的
声音的影响下，还有就是下了好久的雨，这种巨大的拍着窗户的雨点声啊，都让人有些睡不着觉。结果到了半夜啊，1点半左右就醒来了。但其实呢，我感觉是心里惦记着另外一件事，就自从上次追了一下美网，看了一次啊，晚上12点多钟才开始比赛的郑钦文的比赛，然后昨天呢，又是他的比赛的日子，结果呢，趁着晚上睡不着觉啊，干脆起来看球吧。坚持看到了比赛结束，已经是凌晨4点钟了。哎呀，所以有时候啊，你真的追这个时差很大的这些地方的体育比赛，有时候会搞得人神魂颠倒，日夜不分。但幸好呢，看到中国这位网球小将经历了一些艰苦的奋战，最终呢还是成功的拿下，顺利的挺进到32强。就这种所谓的大满贯呢，你看啊，它真的要经过很多道的关，然后才能够一路需要过关斩将。真的，首先呢，你当然需要有过硬的技术，否则你只要是一盘输掉，那么你就会止步眼前，立马就被淘汰了。那即便你技术很好，但是你还得要有强壮的身体，要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因为对手会越来越强。这一路打下来，打到决赛真不是一般的常人能够做得到的。但这个呢，恰恰就是运动的魅力也是这种职业比赛的魅力所在。而且我相信呢，也是每一个参加这种大满贯比赛的运动员的最高的境界，就他们真的非常希望能够奋力拼搏，最终呢站到领奖台上。我相信在整个大满贯的这种比赛的历史之中真正能够登上大满贯的冠军领奖台上的人呢，并不会很多，应该数得过来而且有些强手这真是连续好几年都把这个冠军拿走了。所以有时候真的既生瑜何生亮有些人可能千年老二，但是也有一些人呢，真的就是那么的优秀，已经连续了很多次拿到这种大满贯的冠军。那幸好呢，除了这种4大网站的大满贯它还有一些其他的那种相对规模小一点的比赛。你否则的话呢，你就真的连一点奖金都挣不到那你立马作为运动员，你的开销、你的生活就出问题了。我相信这也是很多运动员他很难长期坚持的一个，就身体以外的一个原因吧。就你越是奖金少，那可是你这些参加比赛的各种开销呢，一点都不会少。你越是没有名气，没有办法取得好的成绩，你就没有广告商来为你买单。
那这个呢，真的有时候是蛮痛苦一件事。所以根据就是28原理吧，能够成功的人，或者赚走大钱的人，或者巨大成功的人呢，仅仅真的就是少数，而且往往就是集中在那几个人身上。所以这也是职业比赛的残酷性。那同时呢，大家就是都必须真的是搏命的去拼搏，才有可能取得胜利。那这也是这种职业比赛的观赏性好，就是真的有时候他们会使尽全力，而且更多的呢是靠自己的这种能力，不像一些参加奥运会有些国家的运动员，他们并不是职业运动员，或者说他们就是职业运动员，就他们是代表国家在整个体系的帮助底下来进行训练，甚至呢就不用为这个生活中的琐碎事和比赛需要的这种开销就发愁。而作为那些单打独斗的职业运动员呢，只能靠自己杀开一条血路最终呢能够取得一些成绩，最后才会得到一些奖金，然后你要不断的进取，关键是你必须要脱颖而出，否则的话呢，你很快就会销声匿迹。就职业运动赛场真的其实非常残酷，我就觉得有点像人类社会的丛林法则，或者生物界的这种丛林法则就在人类社会的这种典型的体现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人呢是很难完全超越或者说脱离这种丛林法则的。虽然大家已经不愁吃穿一般的温饱谁都可以得到，但是你如果要想让自己体现更多的价值，甚至呢获得顶级的荣誉，甚至你还想为你自己成长的民族国家去争得荣誉，当然这个往往也跟你的经济价值相关联那真的你就必须舍命向前，激发自己最大的潜能，证明你比其他人优秀，你就是与众不同。那我相信这也是人类他的一种自我选拔。然后呢，真正优秀的人类的代表才能够获取更大的荣誉，得到更多的资源，体现更多的个人的价值当然这种价值也会延伸到他的家庭，延伸到他的家人身上并且有可能呢，因为自己得到的这些荣誉或者经济的基础就使得你的下一代，你的家族，他和别人呢就会处于不同的起跑线上所以我相信这是竞争向上这是人类社会的一条永恒的主线。但现在的社会呢，已经远没有这种真的纯粹那种丛林法则那么的残酷并且把这种人跟人之间竞争的关系呢，就冠以更多高雅的冠冕堂皇的包装，但是其实本质呢都是一样的，就是你想要变得优秀，
你就要证明给别人看你的能力、你的潜能、你的遗传基因等等吧。好了，天已经黑了啊，赶紧回家。那就分享到此结束，谢谢观赏，再见，拜拜。